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大家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思维方式，甚至人生轨迹的经典之作《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罗杰·霍克 （Roger R. Huck），一位在心理学领域耕耘数十载的杰出学者。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，更是一位卓越的教育者，致力于将复杂的心理学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大众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曾经因为某个决定而后悔不已？你是否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，却难以自拔？这些问题看似简单，却触及了人类心理学的核心。而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这本书，正是通过40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心理学研究，为我们揭开了人类行为和思维背后的神秘面纱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心理学知识，更在于它能够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，提升我们的自我认知，并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无论你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，还是对人类行为充满好奇的普通读者，这本书都将为你打开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。接下来，我将带领大家深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，逐一介绍其中的40项研究。为了便于理解，我将这些研究分为几个主题：认知与感知、情绪与动机、社会影响与发展，以及人格与个体差异。1. 认知与感知，揭开思维的秘密。1.1 格式塔心理学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。首先，我们来探讨格式塔心理学中的一个经典概念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。这项研究的核心观点是，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并非简单的视觉元素的叠加，而是大脑对信息进行组织和解释的结果。书中提到，沃尔夫冈·科雷 （Wolfgang Köhler） 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，黑猩猩在面对无法直接获取的食物时，能够通过创造性的使用工具来解决问题。这一发现揭示了人类和动物在认知过程中具有相似的高级思维能力。提升问题解决能力，理解整体思维模式，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，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思考，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。2. 增强创造力，通过训练整体感知能力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激发自身的创造力，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更多灵感。在商业领域，许多成功的公司都运用了整体思维。例如，苹果公司通过将硬件、软件和服务无缝整合，创造了卓越的用户体验。这正是整体思维的完美体现。1.2 认知失调理论，内心的冲突与和解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利昂·费斯廷格 （Leon Festinger） 的认知失调理论。该理论指出，当我们的行为与信念不一致时，会产生一种不舒适的状态，即认知失调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感，我们会努力调整自己的信念或行为，以自我反省与成长。通过识别和理解认知失调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自我反省，调整不合理的信念，促进个人成长。2. 改善人际关系，在与他人的互动中，意识到认知失调的存在，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解决冲突，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。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实验，参与者在完成一项枯燥的任务后，被要求告诉其他人这项任务很有趣。当参与者获得低报酬时，他们更倾向于改变对任务的看法，认为任务确实很有趣。这种现象正是认知失调在起作用。2. 情绪与动机，驱动我们前进的力量。2.1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追求自我实现。亚伯拉罕·马斯洛 （Abraham Maslow） 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。该理论认为，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：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。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，我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。一个人发展与激励，理解需求层次理论，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自身当前的需求层次，并制定相应的目标，激发内在动力。2. 团队管理与领导力，在团队管理中，领导者可以通过满足员工的不同层次需求，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绩效。马斯洛在书中提到，许多艺术家、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，表现出极高的创造力和成就动机。这些人往往超越了基本需求的满足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。2.2 自我决定理论，自主性、胜任感与归属感。爱德华·德西 （Edward Deci） 和理查德·布瑞安 （Richard Ryan） 的自我决定理论指出，人类有3种基本心理需求：自主性、胜任感和归属感。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，我们会感到内在的动机和幸福感。提升工作满意度，在工作中赋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权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支持，可以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绩效。2. 促进个人成长，通过培养自主性、胜任感和归属感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个人目标，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。书中提到一个关于学生学习的实验，结果表明，当学生感到学习内容有趣且具有挑战性，
并且能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时，他们的学习动机和成绩都会显著提高。3. 社会影响与发展，塑造我们的社会角色。3.1 斯坦福监狱实验，权力的腐蚀与道德的脆弱。菲利普·金巴多 （Philip Zimbardo） 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。该实验揭示了权力对人类行为的影响，以及在特定环境下，普通人如何迅速地适应角色，甚至做出不道德的行为。一、理解群体行为。通过理解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原理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群体行为和社会动态，避免盲目服从权威。2. 提升道德判断力。在面对权力和诱惑时，保持清醒的道德判断力，是每个人都需要培养的重要能力。书中详细描述了实验的过程，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囚犯和狱警。随着实验的进行，狱警逐渐表现出虐待行为，而囚犯则变得顺从和绝望。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。3.2 旁观者效应。责任分散与群体冷漠。约翰·达利詹·达利和比伯·拉塔内·比布拉登的旁观者效应研究指出，当有其他人在场时，个人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会降低。这是因为责任被分散，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会采取行动。1. 提高助人意识。理解旁观者效应，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助人意识，在紧急情况下更积极地提供帮助。2. 团队合作与协作。在团队中，明确个人责任，避免责任分散，可以有效提升团队的整体效率和协作能力。书中提到一个真实的案例：1964年，一位名叫凯蒂·吉诺维斯的女性在纽约街头被刺身亡，而38名目击者却没有及时报警。这一事件震惊了社会，也促使心理学家深入研究旁观者效应。4. 人格与个体差异，理解多样性的力量。4.1 迈尔斯·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MBTI 探索人格的多样性。MBTI 是当今最流行的人格评估工具之一。它基于卡尔·荣格 Carl Jung 的人格理论，将人格分为4个维度：外向、内向、感觉、直觉、思考、情感、判断、感知。以自我认知与职业发展。通过MBTI测试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身的人格特质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和发展路径。2. 团队建设与沟通。在团队中，了解成员的人格类型，可以促进更有效的沟通和协作，提升团队的整体效能。书中提到，许多企业在招聘和团队建设中都运用了MBTI，以更好地匹配职位需求和员工特质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绩效。4.2 多元智能理论。发现你的独特优势。霍华德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 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，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化的，包括语言智能、数理逻辑智能、空间智能、音乐智能、身体运动智能、人际智能、类型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。一个性化教育与学习，理解多元智能理论，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自身的智能优势，采用更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策略。2. 职业规划与发展。在职业选择中，了解自身的智能优势，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，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。书中提到一个关于儿童教育的案例，结果表明，当教育方法与儿童的智能优势相匹配时，儿童的学业成绩和自信心都会显著提高。通过以上对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的详细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心理学著作，更是一本关于人类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指南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、深刻的洞察以及实用的方法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。改变从认知开始，成长从行动开始，让我们一起拥抱改变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